去了，这时候呢，这个男的又密了我 IG， 当年我对你这么坏，是因为我哦，你还以为我还是当年的小猪吗？这一集呢，我们有邀请一位身为专业渣男，他其实是考的，因为他拿手机拍。我们渣男高级，我们都。这个是你在教坏大家。来，大家下面有开放报名专线，大家请以下哦，我们现在已经满线了，满线。就在一次因缘际会之下，我现在要在讲这个渣男故事的怎么结局，就是我妈就带我去找我阿嬷认识的济公，然后呢那天就算，济公就说来大家都要收金，然后他就这样挥拿那个香嘛，这样哗，他突然就停了一下，他说你的手给我，他就拿起他的毛笔沾了红色的墨水，这样噔，就写了一个感情的情字，但是呢在我爸看来那个字叫做懒惰的惰字。然后，但其实当下济公写的时候，其实我看懂那个字就是感情的情字，我当时有点吓到。感情的情，他说最近你是不是跟一个男生很好？这个男生会害了你。我心想，怎么他会知道？因为这个男生是我刚刚有说我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身边所有大学的好朋友没有人知道。然后他一讲完之后，我想说好，我真的必须要把这个人断了。回去我立马把他的所有东西全部封锁。之后呢，就大概过了1年。你们以为这件事情结束了吗？没有，1年过去了。这时候呢，这个男的突然有一天又密了我 IG， 你最近越来越不一样咯。我想说，你怎么又脱线了？对。然后呢，他就说，其实我想跟你坦白一件事情，当年我对你这么坏，是因为我得了癌症，需要去日本治疗，然后我不想拖累你，所以我当下想要对你这么坏，就是希望你会离开我。你还以为我还是当年的小猪吗？你以为我还是那个蠢的人吗？不，我已经长大了。然后呢，我就看他要继续怎么掰，我一切就只是把他当笑话在看。我就看他觉得哇，我很会掰呢。然后我说那请问现在好了吗？好了，我去日本治疗好了。反正呢，这个人呢，就从此呢不会再有任何跟我有任何瓜葛跟关联了。这就是我在人生中遇到的渣男经验。那我们分享完渣男经验呢，我当然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女生要怎么样在感情中避免遇到渣男。我先讲一下小竹本身的爱情观。我对于爱情是比较有一些执着的。第一，我不会去玩弄别人的感情，我也不会去随便交男朋友，因为我觉得说，今天你去玩弄了别人感情，或是你去当渣男、当渣女的话，有一天呢，这些东西都会回归到你身上，因为这就是你知道吗？现世报，所以我很相信这个。好，那接下来呢，如何避免自己遇到渣男？好，渣男呢有以下几个特质。为什么大家知道渣男有一个俗称叫做甘蔗渣，就叫原本吃起来甜甜的，吃，然后越来越觉得啵啵哒哒啵比，就叫甘蔗渣。因为呢，厉害的渣男一开始会营造你有一种梦幻的泡泡，你是他的公主，你是他的最爱。然后呢，让你觉得哇，爱情好美好，好浪漫，好甜蜜。然后呢，第一，渣男的特质就是都会讲好话，会讲女生喜欢的话。第一，他会特别了解女生，例如我今天好像有点特别的想你，我觉得你比其他女生好，我觉得你是我世界唯一的中心。渣男都会非常在他的说话技术非常的一流。再来，渣男呢都会比较的自私，对于不管是钱啊，或是他自身的利益，他会算得斤较。因为什么他要算得斤较？因为他不是只对你一个女生好，他如果把钱全部花在你身上，他就没办法去投资别人，分散投资的概念。渣男呢可能会比较以自己为中心，不会去替女孩子着想。综合以上呢，这个是在我们叙述男生是渣男的一些比较
大家会注意到的一些小细节。那可能还有很多渣男的行为，或是交往前跟交往后啊，什么什么很多小细节，但我们就先不多说。除了如何去判断渣男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觉得把自己自身给顾好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我呢比较不会轻易去相信别人，然后去判别说他的行为，去让我觉得说他是一个好人，或者但呢。有时候有些人会说行为也不一定是啊，所以呢，接下来就加上长期的观察。有一句话说得好，日久见人心。我跟你讲，一般的渣男是不会花太多时间在一个人身上，因为他觉得投资报酬率太低。所以当如果一个长时间你看到一个男生都愿意这样对你付出的话，我觉得他就会是一个。你遇到他是一个渣男的机会就比较小，所以我觉得这2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呢这一集呢，我们有邀请到呢一位身为专业渣男的观众来到现场来分享一下他对于渣男的想法。毕竟我跟他是女生讲嘛，我邀请到的这个人，第一，他的长相就一般，真的就一般，可能一般再一般再一般，但是呢，他有超之过人的嘴，他能用他的一张嘴捕获女人的心。你目前手上有几位女子呢？不要说有几位，每一位都值得我去珍惜啊！所以看他有没有，你有发现他的说话的 get 到一个重点吗？每一位都值得我去珍惜，每一位都适合他去探索，他大概就是会讲出这种话。那请问你觉得渣男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还有别的点吗？是我刚刚没有说到的？其实你刚刚讲的时候，我认真觉得他其实是个好看人。为什么？因为他拿手机拍，手机只要看得懂。我们渣男高级，我们都用监视器，我们用针孔，还有什么放长线钓大鱼？怎么样的放长线钓大鱼方法？我们会一点一滴的先对你好，很简单。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要骗取他的钱财，那我们就是一个成本，我们用10万块下去计算好了。10万块会不会太多？不会，我们这个是稳当投资，稳当投资。女生手头上应该10万块是有的。对，那我们去计算。好，我们今天大概1个月薪水要5万块好了。5万块。对，5万块的话，我们就在2个月骗他20万。那我们在前面1个月，我们要如何花光这10万块呢？我们先带他去吃好吃的，他可能没吃过的高档餐厅，接着准备一些精美的礼物，持续性的在这样1个月之后，再给他就会觉得你很有钱。没错。你这个是你在教坏大家，你在教坏，他会觉得你很有钱，然后你再跟他讲说。我最近就是手头有点紧。对，不一定，有2个方式可以走，对不对？一个方式是你要开班授课吗？一个方式是他觉得，你这个人这赚钱赚的这么多，那其实我手边也有钱，可以投资你。对，可以投资你。他就会把钱拿出来，你再给他一个假的案子，特成交，2个月好人就是现赚10万，1个月薪水就是5万块。还骗到这个女生。来，大家下面有开放报名专线，大家请一下哦。我们现在已经满线了，满线。其实渣男不一定骗的是钱财，有可能是身体，也有可能是感情。感情，他可能就是想要让他晕船，然后呢，想要让你对他付出。我们就是想要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对，像你现在20万，对不对？那拥有你的人，他就是20万之上的男人。OK。对。好，然后呢，还有嘞。其实渣男通常。你要看他身边的那些朋友是不是有渣男特质，怎么看？男生喜欢做交流。对，我曾经就是大学的时候有看过那一种渣男群组，然后呢，他们就会说某某系的女生谁谁谁，然后他就会把女生传给他的私密照，再传到群组给大家共享。给他共享完之后，有可能他有处理了他之后呢，他就会跟群组的男生讲说，这个女生好处理，你可以去试试看。这时候呢，他们群组的男生就会这个月是谁去处理他，这个月下个月是谁，等于说这个女生呢就是被大家讨论，但她自己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女生呢真的要学会保护自己。大家可能有时候会说女生很可怜啊什么的，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女生自己一厢情愿，或是其实是一拍即合。我相信就是不代表说女生就是真的一定是受害者，但有时候可能是双方都有意愿，所以我觉得还是女生也要创个群组，女生也要创个群组，把男生这个男生好吃，大家这个月大家轮流吃，姐妹们上，加油上！这个10个姐妹1个来8个。好，反正呢，就是我觉得女
女生呢，就是如果你是怕自己受伤害的女生，就是自己注意。但是呢，现在很多女生也是都是非常 open 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各取所需。我觉得这也不一定说是男生坏或者女生不好，都 OK， 这是自由恋爱的时代。然后呢，如果想要看济公特辑的话，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刚刚说的那济公怎么会这么准，就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说想看济公特辑，那想看渣女特辑就跟我讲说想看渣女特辑，想看星座特辑就给我留言，我看哪一个留言多，我就先出哪一个片。好，那我在最后结论就是说，感情世界是一个雾里看花的世界，不对，是吗？是吗？好，感情世界千千万万，好不好？所以呢，如果大家对于感情有什么疑难杂症，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下集就会为大家解惑。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希望呢大家的人生呢都不要遇到渣女或是渣男，都可以感情顺遂。喜欢小卓的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哦，拜拜。10个男人，7个傻，8个呆，9个坏。还有一个是渣男，还有一个人爱，是吗？姐妹们跳出来，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所以遇到好男人女生，绝对不要把你们的男生放出来，不然呢就会被别人抢走哦。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一个好男人。